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是草泥泥和汉堡，今天继续为大家带来搞笑脑洞美漫飞车未来第2季第14集。这一集主要讲了机器人创造者老妈被爱所伤，命令所有机器人造反的故事。今天是母亲节，产自老妈公司的机器人们都在费尽心思为老妈准备礼物。破坏者准备的是一幅画，老妈十分高兴；班德则是准备了一大堆贵重物品，而且他们都是自己掏腰包购买，这足以看出老妈在他心中的分量。比如这个老鼠茶会小雕像，他的满月照片，还有会说话的贺卡，他刚好说出了班德的心里话。但是怎么把他们全部都弄到老妈工厂去呢？这就需要2个苦力了。快点，你们这2个做苦力的！终于来到工厂，弗莱和莉拉把礼物放上传送带，老妈机器对他们表示感谢，小男孩也来送礼物，可惜攒了1年前买的礼物很快就被班德毁掉，连自己也没能逃过厄运。送完礼物，班德又威胁2人去参观机器人博物馆，里面有老妈制造的最著名机器人蜡像，也就是机器人艺术家梵高。他被制造时本没有耳朵，后来发疯自己装了一个。3人继续在博物馆闲逛，莉拉带上仪器看班德眼中的世界，结果不是看见盗窃目标，就是酒精含量和弗莱这个土包子。班德不信，决定亲自一试，但戴上后就天旋地转。这时弗莱告诉他，旁边正在展出老妈最爱的机器人。班德咆哮着过去，可那不过是一面镜子，是老妈哄他们的手段，因为他根本就不爱这些机器人。对于他们送的礼物，他也要全部压成粉，然后制成致癌药出售。至于卡片，则会被制成孤儿院厕纸。当初他给每个机器人都安装了天线，人们以为这只是为了看起来更科幻，但实际上天线连接机器人万能遥控器。而老妈之所以恨母亲节，是因为它会令她想起可怕的往事。现在他要让所有人都和他一样痛恨母亲节，对此班德一无所知。他还想着给老妈惊喜，老妈却命令他们造反，他要统治地球。说完按下控制器上的造反按钮，所有机器人立刻被控制，开始挣脱人们压迫的锁链。曾经乖乖听话的生活机器人也一反常态，订书机甚至要把赫米斯订起来。地球上的机器已经发生叛乱，他们集体宣布罢工，是要让最爱的老妈成为超级无敌霸主。老妈一脸无辜说，这年头媒体才是宣扬暴力的主角。弗莱刚想反驳，电视机就站起来踢他，垃圾处理器也来捣乱。莉拉叫班德劝这些机器，班德表示没门儿，我要和机器人兄弟们一起造反。大伙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所有机器人离家出走，连电都不留给他们，飞船也逃之夭夭。这下该谁管他们吃饭穿衣呢？文明社会难道就此消亡？弗莱说不用担心，他那个时代可没有这么依赖高科技，开罐头只需要一把瑞士军刀。大街上已经乱作一团，人们哭声四起，老妈开怀大笑。而造成这一切的原因，还要从那段可怕的往事说起。70年前的一个母亲节，老妈被唯一爱过的男人甩了，从那以后，她再也没有见过他，并表示如果再见到，一定会让他生不如死。另一边，大家开始过起了原始生活。弗莱依然没有打开罐头。教授发明石刀，突然老妈的手下走来，众人保护火种。3人说明来意，他们主要的目的是希望教授跟老妈和好。大伙吃惊，原来教授以前是老妈公司的一名研究员。年轻人干柴烈火，现场犹如天雷勾动地火。于是他们恋爱了。老妈也是教授第一个爱人。可是好景不长，2人竟然因为一个儿童玩具发生争吵，教授因此甩了老妈。所以只要他现在与老妈和好，老妈就会阻止机器人造反。但是教授却不同意，眼看机器人越来越失控，人类将于今晚灭绝。莉拉想到一个万全之策，她让教授假装与老妈和好，然后借机拿到控制器关掉机器人。虽然有点卑鄙，但是也没有办法。教授大义凛然，世界的未来将取决于他和老妈的第2春。计划正式开始，手下先把老妈带到北郊的小木屋。弗莱制作拉车，拉着众人到达目的地。为了确保万无一失，他们还准备了鲜花和香槟，但教授还是遭到拒绝。好在他早有准备，用脚抵住了门。老妈最终被打动，教授成功迈出第1步。进屋后，老妈问他这些年来都在做些什么，他回答搞发明、折腾快递小队和饲养原子怪兽。2人愉快交谈，一切都进行得很顺利。教授终于看见控制器，可他却忘了正事儿。时间1分1秒过去，机器人已经打到门外。大伙只好躲进屋。老妈也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，她准备关掉控制器，但控制器在电扇上，他们根本拿不到。这时班德出现，老妈命令他拿控制器，班德拒绝，他的眼里只有酒。贺卡却表示酒是资产阶级的迷药，班德因此永别战友，帮助大家拿到控制器。造反控制成功解除，机器人再次成为人类的好朋友。艾米恭喜教授，老妈识破计划，教授黯然离去。尽管拯救了世界，2人却还是没能和好。不过教授会用独特的方式一直爱着老妈。
在机器人眼里，老妈犹如神一样的存在，她是他们在这个世界上最爱的人，所以愿意将一切的美好都送给她。但老妈却无视了这份爱，甚至利用这份爱来满足自己的私欲。在她的眼里，任何美好的东西都比不上利益，可利益终究是身外之物，满足了欲望，却满足不了人心，最后只能自食其果，留下满身伤痕。而机器人造反之所以能够取得成功，主要还是因为人类太过于依赖高科技。当机器一旦离开，文明社会就此消失。表面上，机器是人类的奴隶，但人类又何尝不是机器的奴隶？任何事物都是一个矛盾体，同时存在利弊，因此我们不能奢望它只有益处，绝无害处，要辩证看待，尽可能做到趋利避害。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，喜欢的小伙伴别忘点赞、评论、加关注。我是草泥，咱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